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斯汀数学。那在上一个影片之中，我有教大家说如何去用2种方法去算垂直点的问题。那有网友在下面留言是说，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偏微分的一个方法。那我再来这里帮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个方法。那这方法相对比较难，那需要有一点图形概念，会比较知道说这个解法到底在干嘛。好，那如果针对要考学测的同学们，其实学法一跟法二应该就足够了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学更多呢，你可以来听一看这个法三的这个做法。好，这法三做法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算这个 A、B 向量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配置的建议啦，来看这个影片之前，请大家先去看一下上个影片。那我这里就直接引用上个影片的一个资料跟一个答案。上个影片的之中，我们说我们去 set A 点为这个参数式，解完的 t 是1，那这个 B 点去 set 参数式，解完的 k 是-1。好，那我们上个影片中告诉我们的 A、B 向量是这个嘛？那上支影片中，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找2个方程式去解出这个 k 跟 t。所以上影片中有讲，第一个方法是去做2个内积为0嘛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呢是去做跟法向量去平行。那现在去讲第3个方法，来。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件事情，今天呢，这个点是 A 点，这个点是 B 点，这是 L1， 这是 L2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设 A 点呢是 L1 在移动的过程？那 L2 呢？应该是说 B 点呢是 L2 的移动的过程。那这2个垂足点呢，一定是这2个距离最短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换个想法来想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题换成是去找求 AB 的长度的距离最小值的时候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。那 AB 长度嘛，它叫做 x 的平方加上 y 的平方加 z 的平方开根号。所以呢，我们去把它写出来。我们先去写平方，那这是 a 加 b 加 c 的这种平方，所以一个一个去写，叫做 a 平加上 b 平再加上 c 平。这边要慢慢写，因为数字比较多，很容易会写错。再来是加 2ab， 所以再加上 2ab， 再加 2bc， 再加 2bc， 再加上 2ca， 所以在这边我就快速的写，但这边要小心。那为了等等方便去做整体的整合，所以我拆解一个放第一个，我拆解第二个放第二个，我拆解第三个放第三个，最后一直从上往下加，这样会比较好加。那我们现在来算第二个，第二个叫 a 的平方加上这叫 4k 的平方，再加上 4t 的平方，再加上 2ab 嘛，再加上 4k， 再加上 8kt， 再加上 4t。那我们来拆解第三个，第三个也一样，所以这叫做4，再加上 k 的平方加上 t 的平方减掉 4k， 加上 2kt， 再减掉 4t。好，最后这全部加起来之后要把它开根号，但我们先不要开根号，不然它运算上可能会不好写。我们先把它加起来，所以由上到下把它全部加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得到是叫做9加1再加上4，所以这边写的这边叫做14。第二个 k 平加 4k 平加 k 平，所以这叫做 6k 平。继续由上往下嘛，这叫做8，这叫9t 平方，再往下这叫加上 6k， 10kt 减掉 4kt， 所以就加上 6kt， 然后后面这写完之后叫减掉 12t。 那最后嘛，我们其实要把它加上根号，可是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嘛，我们要取根号的最小值，是不是就代表说只要找到里面这是指何时为最小值，其实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为了方便后续去做整理，我们把这个的 k 跟 t， 我们先把它转换成 x 跟 y， 等等后续会比较好去给大家去做一个表达。所以把这式子转成 x 跟 y， 好，把这式子转成 x 跟 y。所以我们先定义新的函式，因为这式子是由 x 跟 y 组成的，所以我们定义新的函式叫做 f of x， 里面叫 x 跟 y 所组成的一个函式，一个双变数的一个函数。那写成我们把 k 换成 x， 把 t 换成 y， 所以重写叫做 6x 平方加上 9y 的平方加上 6x 加上 6xy 减掉 12y 再加上14。好，那我们对这个式子去做对 x 的偏微，以及去做对 y 的偏微分。来，我们去做，我等等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去做对 x 的偏微分，跟去做对 y 的偏微分。因为微分呢，有个的概念其实就是斜率嘛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去这是对 x 去做偏微分。好，怎么去做偏微分呢？我们是对 x 去做偏微分，所以眼里看到的只有 x 变数，其他的东西一律当常数来去做看待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第一个就写完之后，它就叫做 12x
把它就是叫 12x。第二个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常数嘛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对 x 做偏微，所以这基本上可以砍掉，这加6，所以把加6留着，所以就加6。好，眼里只有 x 变数，剩下的地方都是常数，所以留下剩什么？剩 6y， 所以这边就加 6y。后面这东西是常数，所以直接消掉。好，我们去对 x 去做偏微分，写出的这个式子要令它为0，因为我们要找出跟 x 的分量它的斜率是0的时候，那等等后面呢会跟大家去细讲一下为什么。所以这写完之后得到的式子，把它整理完之后，不然我先把 f of y 也一起算完之后再一起整理好了。所以 f of y 代表我先去把它去做对 y 的偏微，对 y 的偏微也一样，就是看到的只有 y 是变数，其余的东西把它当成常数，所以这个是消掉，那这个是留下这个嘛，留下这个跟这个，其余东西就可以砍掉。所以我现在眼里看到就是这3个，然后对 y 去进行微分。所以第一个整理完之后，它叫做 18y 嘛，然后后面还有那个 6x 跟 y， 所以整理完之后它就叫做加上 6y， 然后再减掉12。好，我们一样令它为0。好，我们去解这个式子。这式子解完之后，把它整理一下。第一个把它同除以6，它叫做2的 x， 再加上同除以6嘛，加上 y 呢等于-1。下一个式子也一样同除以6，同除以6之后，它叫做我怎么写？18对 y 去做偏微 x， 我是不是写错了？这边 sorry， 不小心这边写错了，这边是去对 x 去做偏微，sorry， 这个是这里，我们对 y 去做偏微，所以我们的这是变数，所以这常数是 6x 才对。sorry， 这边写错了，这边是 6x， 所以这边是 6x， 然后我们再去对这个式去做除以6，除以6之后是不是叫做这叫做多少 ？3y 除以6叫做加上除以6叫做加上 x 除以6再减掉2等于是0，所以写完之后叫做 x 加上 y 减2等于0，所以这里写成叫做 x 加上 3y 减2等于0，把减2移到右边去，所以就写等于2。好，这式子我们去化简，把下面式子同乘以2倍，它叫做 2x 加上 6y 等于是4，下减上叫做 5y 等于是多少 ？5y 等于是5，所以 y 就是1。那 y 是1的时候，我们去带进去算 x， 这个是1，往右边丢，这叫-2，所以 x 等于什么 ？x 就等于是-1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 x 跟 y 是用什么去做代替的？我们刚刚是不是说，我们为了好去做一个理解，所以我们把上面的 k 跟 x 去做互换，我们把 t 跟 y 去做互换，所以下面的这个解出的这 x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什么 k， 那个 y 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t， 这个算出来的答案有没有跟我们上个影片中算的答案一模一样 ？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用下一个图来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图呢，它是怎么形成的？来，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，我们以前所学的假设叫 f of x， 假设它叫做2x 平方加 7x 加6，好了，随便。好，所以它代表说你今天是在 xy 平面上是长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我先讲个概述，所以我没有去很实际上画出来的图。它概念比较像是说，你把一个 x 值丢进去，我给你一个 y 值，我给你丢进去一个 x 值，然后我给你一个 y 值，所以概念比较像是说我丢进去的值是喂给它 x 上面的值，我丢一个 x 值，你会产生一个 y 值，我丢一个 x 值产生一个 y 值，我丢一个 x 值产生一个 y 值。好，这是以前所学的一个 f of x 等于什么什么 x 的那个函式。好，那现在这个跟刚刚那个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现说，这个函式本身有 x 跟有 y， 所以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f of x 的 y 这个东西很像个 z， 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高度。那它丢进去的资料什么？它有没有很像是我丢给你一个 x 跟丢给你一个 y， 同时丢进这个函式里面，我生成了一个高度 z， 所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平面上，假设我这里有个点，我这里有个点，假设这个 x 假设它是1，然后它是12，好了，假设我把1跟12丢进去这个函式里面，它是不是一样会生成一个高度？然后我把那个高度点上去，然后同样另外一个点。另外一个 x 跟 y 丢进刚刚那个函式里面也会生成一个高度，那在下一个 x 跟 y 丢进去也会生成一个高度，把所有的高度全部接在一起形成的曲线的，应该说生成一个曲面就会长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曲面其实就是这个函式把所有的 x 跟 y 丢进去的一个部分图形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没有说我们是不是要找这个
这个算起来这个开根号的最小值嘛。那要找这个开根号最小值，变相来讲是不是要找右边这个的最小值？那要找右边这个最小值，根据刚刚的理解，是不是要变成找出这个 z 的最小值？那刚说过，这个 z 其实就是把一堆 x 跟 y 丢进去产生的高度，所以变相来讲，是不是就是要找这个图形的高度的最小值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图的高度最小值有没有发现？就落在这里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很像一个凹口嘛？凹口向上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有没有一个镂空的一个状况？然后这边呢是最低点。那有没有发现这个最低点呢？它的 x 的往 x 方向，它的斜率呢是0。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对这边去做偏微分为0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点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对 x 方向的切线斜率是0。同时也满足对 y 方向的切线斜率是0，所以只有这个点是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去做对 x 的偏微分为0以及对 y 的偏微分为0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为了找出这个点。那我们从这图形上来看，有没有发现说这数值是多少？这数值是5。好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-1跟1带回去来验证我们的思想，它到底有没有是5嘛？所以我们把-1丢进去，把-1丢进去，这式子是不是叫做多少？是不是叫做-6？然后 y 是1嘛，再加上多少？再加上9，然后等一下还是直接把它写出来好了。所以呢，把 x-1丢进去，这叫做我想一下，我写在这一块好了。所以我用不一样颜色笔写，所以它叫做多少？它叫做6，然后加 9y 平方，所以叫做加上 9x， 所以减掉6，然后再减掉6，再减掉12，再加上14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得到结果是不是叫做15？15减掉12，15减掉12是3，3减掉12，再加上14，是不是17减掉12就是5？确实，这个丢进去算出来的高度，就真的是你用图形画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个 z 高度。所以呢，我们用偏微分的走法，比较像是说，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图。然后这是三维空间的那个图，那今天呢，这个图的所有的上面的每一个的高度点，就代表的是这个 a、b 取绝对值后的平方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找它的最小值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算这个根号，我们把根号拿掉，所以我们就视为是找这个的最小值。那这个的以图形上来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它就是这个图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，这个函数算出来的值呢，其实就是上面的每一个的高度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丢入一个 x 跟 y 进去，右边这个式子，左边会生成一个高度给我，所以意思是说我在上面的这个 x y 平面上，我任意给你一个点，你会生成一个高度给我。那我的目标就是找出这个高度的最小值。从图形来看呢，就是这个点，而这个点同时满足往 x 方向的切线斜率以及往 y 方向的切线斜率都是0，所以我才会用偏微分的方式，令它为0的方式去找出你要让它产生最小值那个最低点的 x 跟 y 是多少，而这个 x 跟 y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去解参数式的那个 t 跟 k？ 所以我们其实这里呢又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探讨，去算出这个垂直点的。去算出这个垂足点这个问题 ，OK。那么今天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教学影片呢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那么谢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。